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从来不欺负村民的小包。今天给大家当一回营销号，我总结了接近20种老玩家都不一定全知道的减少甚至是完全免疫掉落伤害的方法，总共分为以下8大种类。介绍到你们知道的或者会使用的方法时，你们可以扣一个1，或者扣一个就这。那我们直接开始吧。1. 弹跳。第一种方块是甘草块，由9个小麦合成，在村庄就可以获得，可以免疫80%的掉落伤害。第二种是床，床具有弹性，并且可以减少50%的掉落伤害，不过这个伤害相对来讲还是比较高的。第三种是史莱姆块，史莱姆块也可以弹跳，弹跳高度会越来越低，并且可以完全免疫掉落伤害。第四种是蜂蜜块，蜂蜜块可以免疫80%的掉落伤害，和甘草块相同。另外，如果掉落时贴着蜂蜜块下滑，可以完全免疫掉落伤害。2. 传送。在落地之前使用末影珍珠砸向地面，就可以不受到掉落伤害，只是会受到来自末影珍珠的伤害。这个方法的使用难度极低，特别适合像我这样的手残党。另外，紫松果虽然也有传送功能，但是传送后掉落高度的计算并不会重置。3. 液体。落地水，这个是玩家们使用频率最高的一种方法，材料获得简单，而且可以重复使用，并且使用难度也不是很大，稍作练习就可以学会。第二种则是落地岩浆，虽然同样是液体，落地岩浆并不能像落地水一样完全免疫掉落伤害，一格岩浆可以减少大约50%的伤害，并且碰到岩浆的时候还会受到岩浆伤害，就算及时收回岩浆，还有后续的灼烧伤害。5. 攀爬。接下来利用的是游戏的攀爬机制，首先最常见的就是使用楼梯，我们在掉落的过程中往墙上放一个楼梯，碰到之后就可以重新计算掉落高度，达到完全免疫掉落伤害的效果。藤蔓与楼梯同理。还有一种是脚手架，通常情况下我们使用落地脚手架是会直接摔死的，但是由于脚手架有攀爬的功能，所以如果在降落过程中蹲下来的话，吊在脚手架上就会开始攀爬，从而避免掉落伤害。5. 减速。首先就是蜘蛛网，我们平时被蜘蛛网减速恶心的不行，但是关键时刻这个道具却可以救命，和落地水使用方法相同，不过被网住之后走出来的速度会比较慢。貌似落地水也是使用水的减速效果。有同样效果的物品是甜浆果，虽然碰到它的时候我们会被扎2下，但是可以完全免疫掉落伤害，走出去的时候只要把它打掉就可以了。6. 载具。使用载具落地的难度比较大，我们可以通过点击地上的船来免疫掉落伤害，也可以在跳跃的过程中先放船再坐船，不过这个操作起来难度非常大，不太适合像我这样子的新手。第二种是矿车，方法和船类似，但是在放下矿车之前要先放下铁轨，然后再放下矿车，最后再坐上矿车。这个方法对我来说，其中的2步就够我折腾的了，完成3步的难度实在太大，并且道具的获取比较麻烦，非常不推荐使用。7. 坐骑。我们可以通过在掉落的过程中骑到马上来避免掉落伤害，方法也比较简单，看到地面上有马，跳下去，然后对着它疯狂右键就行了。落地奶酪的方法要稍微麻烦一点，在空中需要提前装上一个鞍，但是也是狂点右键就行了。8. 特性。最后一种方法也是最简单最无脑的，利用了游戏的特性，也可以说是游戏机制，我们身上什么东西都不用准备，直接信仰之跃，在快落地的时候暂停、退出、重开，一气呵成，进入游戏之后掉到地面就完事了。因为我们在进入游戏的时候掉落高度会重新计算，并且还有一个短暂的无敌，所以这个方法不但可以免疫掉落伤害，还可以免疫苦力怕爆炸等等一切伤害，另外连击时使用有惊喜哦。在生存中可以自救的方法还是非常多的，周围有很多可以利用的自救资源。那今天这期分享就到这里吧，你们可以给以上的方法排个序，选出你们觉得最好用的前3种方法发在弹幕或者评论区里。那么我是小包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